梁生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的孩子？谁让你战功太盛，所有人眼里都只有你，没有人记得我这个大将军。表姐，要怪就怪你生下孽种，克得夫君输了苏东一役。如今唯有拿你和这孽种为这10万陈家军祭旗，才能平息众怒。夫君，快杀了他，这样我们才能入宫禀报皇上，指认他陈景宁私通外敌，出卖军密，才导致苏东一役大败。好得很。若有来世，我定要你们千万赔偿我！这是哪儿？我怎么还活着？您是燕儿姑母，我弟弟和燕儿的婚事，便劳烦您多费心了。是，我还没到，你们在讨论谁的婚事？上，你来的正好。燕儿已有身孕，我准备娶她，给她名分。你要纳她为妾？燕儿出身将军府，怎能为妾？她既已有了身孕，就让她先过门，再让梁胜娶你为平妻。哼，两姐妹不分大小。我若不同意呢？景宁表姐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只求你别拆散我和梁胜哥哥。既然你求我打，那我便如你所愿。陈景宁，青州的穷乡僻壤教坏了你，当着我的面就如此刁蛮歹毒，你眼中还有我这个母亲吗？你帮着这对私德败坏的人欺我如你，可有半分母亲的样子？你一个未出阁女子，竟敢当众行凶，说话还这般难听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不要脸。初胎暗结、私德败坏的人又不是我，他们二人被京中的人如何看待我不知道，但若在青州，一个无耻偷汉的是婊子，一个婚前失贞是贱人，狗男女都是要被进猪笼的。景宁，你身为国公府的3小姐，就算从小在庄子里粗野惯了，如今回了京城，你也应该谨言慎行。哼，怎还如此粗鄙低俗？再说燕儿与梁胜早有情谊，若不是你仗着救过老侯爷抢了亲事，他们本该成亲，那为何他要答应我的议亲？我又特地跑到青州去求我答应。金宁，我就喜欢你这与众不同的样子，不同于那些困于后宅的娇弱女。我那时年少无知，如今我也建功立业，才明白燕儿这般大家闺秀才是我的良配。哪像你，整日舞刀弄枪，哪有半分女子模样？我还得再讲了。表姐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我这就死在你面前。燕儿不可！别管他说什么，我是一定会娶你的。你看看你把燕儿逼成什么样子了，赶紧给燕儿道歉。是他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，我何错之有？要我道歉，他受得起吗？
梁胜哥哥，我没脸见人了，就让我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去死。陈锦宁，你个毒妇！你竟如此之大！现在没人拦你了，要死赶紧去死，还不快去！表姐，你为何要这样对我？够了，陈锦宁，我江宁侯府消受不起你这般粗鄙不堪的野丫头。你既然如此善妒，那这门婚事就此作罢。回头我便命人送来退婚书。梁胜，我们走。慢着，要退婚也该我来退。你们做出此等丑事，还有脸来胡搅蛮缠？此等家门，我陈锦宁才不稀疏。锦宁，你和嫣儿可是表姐妹，你怎么这般冷漠无情？她是你外甥女，可不是我表妹。我舅舅可生不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。那你要如何？由国公府退婚，把婚书拿回来，从此我与李良胜婚嫁刻不相干。这个小贱人是老侯爷的救命恩人，老侯爷最看重恩情。要是知道陈锦宁因此事退婚，肯定会大怒，殃及国公府。那他做平妻，你为正妻，妾都不可能。陈锦宁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？嫣儿都委屈自己做平妻了，你还要怎样？委屈？委屈就不要发骚，发骚就得当后果。你们要想面上过得去，就老老实实去给我退婚。多说无益，不奉陪了。看来夫人在侯府也没什么地位嘛，连个妓女都压不住。她自小养在庄子，性子粗也惯了，不比嫣儿知书达理。你们先回去，我再劝她。梁胜与嫣儿的婚事必须在我父亲回朝前办，若是让我父亲知道了，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。走。姑母，杀了陈景宁。不行，国公爷虽不喜欢他，却也不会任由他无端死去。更何况还有老侯爷一直记挂着他的救命之恩。那怎么办？我肚子快捂不住了。别急，我来想办法。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三小姐，你太不识好歹了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你说谁不识好歹？你敢打我？是，打不得。好，老奴这就去禀报夫人。去啊，赶紧。小姐，您不怕夫人了？小心她又不让您吃饭。怕什么？她会告状，我不会。这不是您从荆州带的鞭子？夫人说女子动武会被耻笑，你说过不在府里动手的。小海棠，被欺负到头上还不动手，那是愚蠢，死了也没人可怜。前生我就是那蠢货。不过对付他们还不必动武，去打听一下，看父亲什么时候回来。是。江宁侯府不与江湖草莽来往，锦宁是不会见你们的。快走快走，去！师父，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你失望。小姐，国公爷回来了。父亲。锦宁，有事啊？父亲，您这饭菜可否分我一些？锦宁饿了，母亲吩咐人另做，这些是给你父亲准备。不用，想必这些菜父亲也吃不完。灵婆子，拿碗筷。
今晚这么饿，没吃晚饭？因为我打了张妈妈，夫人不许我吃饭，想必未来几天也都没饭吃。明晚我再来。慢着，你为何要打张妈妈？因为我不同意做李良生的平妻。你为什么要做他的平妻？锦宁，别胡说，是嫣儿做平妻，她是正妻。可你们今天不是这样说的，你们说嫣儿怀了孕，要我给她让位置，说如今长孙将军得宠，父亲要拉拢他。我只不过是反驳几句，你们左一句刁蛮，右一句歹毒。我回梨花院，张妈妈也说我不知好歹，没有把握住巴结长孙嫣儿的机会。我不敢和你们动手，还不能打个婆子。可没想到，我这国公府嫡女打了她之后，连饭都吃不上。锦宁，以后谁欺负你，你就告诉父亲。不必，谁欺负我，我欺负回去就是。老爷，听我解释。看来今晚演绎非常热闹。小姐，早膳来了。小姐，用膳吧。三小姐长本事了，会去国公爷面前告状了，但别忘了，国公爷繁忙，内宅总归是夫人管着的。张妈妈言之有理，你伺候母亲多年，又来伺候我，劳苦功高。这碗燕窝粥，赏你了。哇，奴婢身份卑贱，不配吃小姐的东西。张妈妈，小姐赏的怎么不要？喝呀，一碗粥而已，有什么不敢喝的？三小姐，老奴真的不饿。你不肯吃，是不是因为这粥里被下了毒？三小姐，你可别乱说话，下毒谋害主子可是死罪，你别冤枉我。老奴在府中多年，一直忠心耿耿。好一句忠心耿耿，本小姐重重有赏。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我是夫人派来的，你要是敢伤我，夫人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吗？那我可太期待了。救命！夫人救命啊！三小姐要杀我，还不解开！我看谁敢放开！陈景宁，你疯了吗？张妈妈是我的陪嫁，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下此毒手！她受夫人指使，在我饭菜里下毒。我何时让她下毒了？可她就是这么说的。你胡说！我从没说过是夫人指使的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你承认在我饭菜里下毒了？那是断章草吃，只会肚子痛，不会死人的。那本小姐岂不是要多谢你个奴才手下留情？你没有证据就滥用私刑，国公府容不下你这等恶毒之人。谁说没有证据？屋内的饭菜就是证据。说起来，我还要多谢夫人成全。您为长孙嫣儿指使下人害我，此事若是闹到衙门去，李良生就算是为了避嫌，也断不可能再娶得进门。来人，拿下三小姐，倒掉礼物的饭菜。省省吧，夫人，这几个人哪里是我的对手？夫人，饭菜绝不能留。张妈妈是您的人，您难辞其咎，不如趁国公爷去了衙门，请将军过府，先制服三小姐。若让兄长干预国公府内宅之事，这传出去，就说将军与表小姐来探望，恰逢三小姐杀人，这才出手阻止，到时候空口无凭。你说国公爷是信他还是信将军啊？只要哥哥将这小贱人制服，
空口无凭，我再用此事逼他，将正妻之位让给你，永不。就按你说的去办，快去请。哎，好。我誓不逼着惨死在你手中，以风告逆袭，春心情，谢天就不恋爱者，索性能让你和陈素家血债血偿。陈锦宁，你杀人了！哥哥，快拿下他！屋里的早饭必须马上处理掉。父亲，表姐疯了，她不光杀了张妈妈，还想杀姑姑，你快制止她，别让她错恨难返啊！陈景宁，我是你舅舅，不能眼看着你犯杀戮之罪，否则该怎么跟你父亲交代？废话少说，我父亲还健在，这公府的内宅之事，何时轮到你来管？一个乡野长大的闺阁女子，能有多少宣传功夫？今日我便不用剑，好好给你一个教训。福州案口供，我昨夜带回核查，今早忘在书房了。劳烦你多跑一趟。国公爷无需客气，此事需即刻呈御前，不得耽误。好。怎么回事？锦宁，江湖的杨启，陈敬平。前世22岁为救我而死的兵马大元帅，如今还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，真好。孙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将军武功高强，却用来对付闺阁女子，未免失了身份。他杀人当受教训。再说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与你武敬将军何干？姑丈，锦宁杀人还想害姑姑，府中奴才都能作证。有劳大舅兄了，只是国公府的事，我自会处理。请。好，好，你女儿年纪轻轻便犯下杀人之罪，此事要是传出去，你名声不保。我劝你，最好亲自绑了她去衙门。我们走。父亲。国公爷，救命啊！锦宁他杀人了，快管管他，他疯了！锦宁，你杀人了？是。父亲，你如果不喜欢我的话，别让我回青州了。何故常人在我饭菜里下毒呢？下毒？父亲，我娘用命生下了我，让我好好活着，不是让你们糟蹋的。锦宁，锦宁，国公爷，三小姐伤势不轻，我先入宫为她求药。好，劳烦你了。锦宁，来人呐，把这刁奴的尸体给我扔出去，再将大小姐剩下的饭菜端进来，我要好好检验。将军，你受伤了。没想到陈敬亭内力如此深厚，本来想替嫣儿除掉陈锦宁的，只能另寻时机了。
小姐，你醒了。国公爷被皇上急召入宫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已经好多了，谢谢将军。其实方才我是见父亲来了，才故意露出破绽，好分化父亲与长孙家。多亏了武进将军入宫讨要了消服丹，小姐才好转。这消服丹是母后皇太后研制的圣药，有劳将军了。你是义父的恩人，这是本将该做的。前世你因救我而死，也是为了报答江宁侯的恩情吗？只是李良寿根本不认你这个便宜大哥。前世你死后，所有人都很被动，唯有李良寿不仅得以庆祝，还踢翻了你的牌位。谢谢。既已无事，三小姐好好休息，我先告辞了。他耳朵怎么红了？海棠，外面怎么样了？小姐，您晕倒之后，国公也很生气，下令调查下毒之事，证实饭菜里面下了断肠草汁，张妈妈尸体被丢了，夫人也挨了赤子，我们赢了。赢？没那么快。夫人不敢再刁难，张妈妈也死了，你不用再受气了呀。张妈妈不过是长孙氏身边最蠢的狗，像这样的蠢货，她身边多的是。长孙氏在这国公府还有一个真正的靠山。您是说老夫人？上一世我到死才知道，长孙氏对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我这个好祖母在后面推波助澜。就连我母亲生我时难产而亡，也是她安害的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亲手将他们都送入地狱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长孙氏有靠山，我就不能有吗？他有老钱婆，我就找一个比老钱婆更硬、更强的。我记得前世这一年，平安公主的儿子辉林世子失踪，在狼山下发现了辉林世子的尸体，全身被砍了38刀。平安公主当场就疯了，说我能救下辉林世子。今日是初几？5月初7。海棠，备马。哦。他的伤还没好，往狼山方向去做什么？上！走，山贼太多，我们先找地方躲起来。过来，给我追！不要怕，安全了。我们必须赶快给他降温才行。你受伤了？小伤，不碍事。站住！哟好，小姑娘找事儿是吧？连孩童的粮食都要紧，你们当真无知？再不走，小心姑奶奶把你脑袋打得开花！还不滚！把狼山每一寸土地都给我搜干净，找到那2个小贼，把他们千刀万剐！
安全了。怎么了？我右手往外5寸，看，被咬到了吗？是什么？是蚂蚁，不怕，蚂蚁咬人不痛的。是毒蚂蚁，得罪了。谢谢。这是沉水香，可疗风水毒种，去恶气。慢些，慢些，先喝下来。出了身汗，暂时退烧了，声音好多了。你是怎么知道慧灵世子在这里的？他是慧灵世子，我是偷听到长孙是与管家密谋，说长孙拔勾结山贼想掳走我，我不愿束手就擒，所以才来此探查。没想到偶然得知地牢里关着个孩子，所以才出来营救。长孙将军为何要害你？那天见你与他过招，你们之间有私怨吗？私怨谈不上，不过长孙嫣儿怀了我未婚夫的孩子，他想以正妻之位嫁入侯府，自然是要解决掉我这个阻碍。义父说过，侯府未来的主母只能是你。谢谢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国公爷，出大事了！京中都传遍了，守城的士兵亲眼所见，锦宁他昨夜跟着一个男子私奔出城了。胡说什么？妾身已经查问过海棠，那丫头招认了。她说锦宁早与一个书生私通款曲，昨夜出府相会，彻夜未归。这个逆女！你腿受伤了？我浑身都在疼，倒是没注意都有哪些伤口。伤得这么重，为何不说？不碍事。你在此处待着，不要动，等我回来。哎，吃点小伤，不碍事的。你的伤还没有完全痊愈，我抱你。不用。慧灵世子还在生病，我们耽误不了太多时间。姐姐，你骑着我干嘛？带慧灵世子先回去。不，我带着世子，若有险情，我无法应对，还是将军带他回去，我自己走回去就行。不行，你腿上有伤，走不了。姐姐不要走，我不要和姐姐分开。这个叔叔虽然厉害，但是看着好凶，我要姐姐保护我。将军介意与我同乘一骑吗？我倒是不介意，
只是三小姐若被别人看见，对你名声可不好。名声，我从来不在乎这些。将军若不介意，那就一起走吧。好像爹爹护着娘亲和我出门的时候啊。海棠，三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您和男人私奔的事传遍了京城，管家把海棠关进柴房了。海棠，小姐，对不起，他们逼我承认您跟人私奔，我不愿意，管家就抓走了我弟弟。我知道，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弟弟找回来。石榴，你拿这个去变卖，请个大夫来，让大夫从后面进，为海棠治疗。是。小姐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你要去哪儿？邪恶！我不愿意，管家就抓走了我弟弟。累死我了！那小贱人嘴巴这般严呢，要不是用他弟弟威胁他，还不肯开口。是三小姐的事儿吗？我听着外面都传开了，说三小姐跟男人私奔了。没错，就他这种破鞋，还敢跟表姐作对，妄想嫁入侯府，做梦！夫人是你表姐啊，你此番立了大功，夫人应该会记你功劳，给你赏金吧？那上次老爷说给妾身买的金镯子，莫说的金镯子，便是一套头面都能给你置办。三小姐，说，海棠的弟弟在哪？三小姐，你在说什么？一个奴婢的弟弟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本来我想着你把海棠的弟弟交给我，我便饶你一条狗命。看来这买卖是做不成。三小姐，我可不是国公府的家生奴才，你若杀了我，杀人偿命，你也逃不了。是吗？可这里一个人都没有，谁会知道我杀了你？刘氏这个贱人竟然自己跑了！我说，在我家的柴房，带我去！畜生，连孩子都下得去手！你放心，你弟弟我已经都安置好了。小姐，你这个逆女，看你这一回来，又惹出了什么祸端？我能惹出什么祸？倒是有人打着国公府的名义虐待百姓儿童，那孩子浑身都是伤，到现在都还没有苏醒。父亲要不要亲自去看看？国公爷，我那也是为了让那贱丫头说出真相，是三小姐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却发泄到我头上。国公爷，你可要为小的做主啊！国公爷，奴婢那些话都是被威胁的，小姐是清白的。够了，此事也传得满城风雨，你不必为他再开脱。今日侯府那边来退婚，但是看在你曾经救过侯爷的份上，我会说服他们容纳你入门为妾。妾，正妻我都不做，岂会屈身为妾？由不得你！张妈妈伺候你2年，因为一点小事你就将她杀害，如今
为掩盖私奔的丑事，我出手重伤管家。你母亲说的对，这庄子果然把你养得丢毒狠辣。果然是我的好父亲，长孙是不过吹了一夜枕边风，就把你的心拉拢回去了。我只有一位母亲，她已经过世了。你还好意思提你母亲？你出生就克死她，如今也只会辱没她的名声。说不提母亲，父亲怎会念及父女之情？在这府中，随便一个下人都敢对我下毒，一个姨娘上位的继母，也可以让自己的侄女来抢夺我的婚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无所依仗，因为我母亲过世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我母亲还活着，父亲岂会帮着他人一起欺辱我？若不是你，你母亲也不会死。好了，你私奔的丑事，我已经花了银子叫人压下。再过个1-2年，便不会有人记得。如果侯府能容纳你为妻，这已经是你最好的出路了。以后你最好不要再闹事，省得丢了我国公府的面子。现在退婚，还能保全你们的名声，否则我大闹婚宴，捆了父亲上花轿的时候，那时候侯爷和父亲的面子都保不了。孽女，你敢！杀人都敢，我有什么不敢？张口闭口都是杀人，学了几招花拳绣腿，就是人命如草芥，不守妇道。今日我这打死你，也省得日后为我国公府惹下大祸。来人呐，上家法！是。孽女，跪下！不跪，要么你就打死我。国公爷，国公爷，求您饶了小姐，她是去救人的，你饶了她吧。不用求，我带着一身伤回来，他也不问我是否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，就给我扣了一堆罪名在我身上，还要逼我做妾，真是我的好父亲。所以我若是死在了外面，岂不是更随了你的心意？我怎么会省了你这么个孽障，做出这般不要脸的事情，竟还不服管教？好，你说，你昨晚去了哪里，做了什么？我说我昨夜去狼山救人，杀了几10个山贼，你信吗？狼山贼寇凶悍如虎，朝廷多年派兵都尚且难平，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你让我如何信你啊？老爷，您消消气，别动手伤了父女之情。锦宁，快跪下跟你父亲认错。母亲一片好心，你竟然敢推倒他！你就这么点劲儿吗？还没有我昨夜杀山贼狠。你就拿出你上阵杀敌的勇武来对付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你，国公爷饶命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阻拦国公爷使用家法！妖孽，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动我的人！你竟敢当着我的面还敢伤人！你今日打不死我，就打散这父女情分。我不过是欠你一个生育之恩，你不曾要。窗子是我母亲留下的，不过是吃了你2年饭。今日我们算清。小姐，不用求他，这是我跟国公爷的事。连父亲你都不叫了，好，今日我就打死你，算是给你死去的母亲一个交代。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小姐。小姐，你死手！这是我
我上了，我欠你，也还清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敢动我一根手指，我便伤了你的陈国公府。景宁不是只会花拳绣腿吗？怎么随手一鞭就能碎尸桌？你圣旨到！下官参见公主。本宫刚到府门，就听见厅里喊打喊杀，这是在审什么大案吗？小女顽劣，让公主见笑了，还不退下！慢着，要领旨的还有陈三小姐。陈国公陈景宁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陈国公府千金陈景宁于狼山救徽林世子有功，特赏黄金5000两，封安宁县主，择日入宫谢恩。什么？本守夜教女有方，有功社稷，加封护国公，赐10亿800户，钦此。我在京中挂了10几年的县职，居然也有获封的一天。护国公，安宁县主。还不谢恩？臣领旨谢恩。臣女谢主隆恩。快起来，起来！本公主的恩人到底做错什么？护国公要下如此狠手？徽公主是外面传言她败坏家风，所以下官才略施惩戒。原来是听了外头传言。不分青红皂白便伤了人，景宁，你怎么不说是去救人了？你若说了，你父亲只会嘉奖你，怎会打你？是啊，我若是说了，他怎舍得打我？本宫正好带了御医来，让御医好好给你看看，以后谁再欺负你，你就来找本宫，本宫替你做主。谢谢公主。太过分了！幸好静婷催本宫请旨，否则还不知道你要受多少罪。陈将军，是啊，你们送徽林来公主府，静婷便私下告诉本宫说你一夜未归，怕是会引起非议，所以让本宫尽早进宫为你请旨。从上一世到这一世，陈将军已经救了我3次了。如今你得了封赏，日后也该硬气起来。本宫把侍卫阿狗留给你，日后任你差遣。多谢公主。与本宫何须拘礼？徽林一直吵着闹着要见你，待你身子好些，本宫让静婷带她过来小住几日，到时候你可莫要嫌她吵闹啊。怎么会呢？世子天真烂漫，小女很是喜欢。好了，你好生歇着吧，等回头正式封赏下来了，再入宫谢恩。是。公主，景宁真的救了世子。本宫在此，圣旨也下了，你护国公的封号也赏了，还能有假？难道景宁不曾跟你说吗？那日他在狼山是和武进将军一人救的我儿，景宁杀了几10个山贼，武进将军亲眼所见。若是我说我昨夜去狼山救人，杀了几10名山匪，你信吗？狼山贼寇凶悍如虎，朝廷多年派兵都尚且难平，就凭你这3脚猫的功夫，你让我如何信你啊？原来景宁说谎，是我责怪他。你说的书生呢？我不知道呀，我也是听外头的人说。护国公爷，这是你的家事，本宫不该说什么，但护国公夫人就这一个女儿，你怎舍得？公主，不怕公主笑话，这些年景宁都是在庄子里过的，见到她，我便想起阿珍是怎么死的。糊涂！当初夫人在怀着他的时候，御医便说极有可能难产，可夫人还是坚持要生下他，可见夫人是如此爱他。若是夫人泉下有知，他自己拿命换来的宝贝女儿被如此苛待，魂魄难安呢。
本宫只有慧莲一个儿子，他被人掳走的时候，我是恨不得拿自己的命去抵。护国公爷，你对锦宁太可恶，太绝情了。你不必跟来。国公爷，老爷，锦宁，此事的确是为父的不是，你先好好养伤。若是还想嫁入侯府，为父会为你去争取。旁的不说，正妻之位，为父一定可以为你争取回来。我不要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只想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的东西？我母亲的嫁妆。你母亲的嫁妆自然是留给你的，只是现在有你母亲，有你继母和祖母攒着。长孙氏那份，我现在就要要回来。至于老夫人那边，父亲若还念着和我母亲往日的一点情分，就请对我做的一切袖手旁观。夫人那边，为父交代下去，她还给你没有问题。只是你祖母那边，如今她远在南国，等她回来之后，她会把我母亲的嫁妆全都过继给她的亲生儿子。而你说到底，不过是跟她没有血缘关系的庶子，更何况我呢？胡说八道！你祖母岂会贪图你母亲的嫁妆给你二叔呢？为父就当你现在神志不清，休有再胡言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？就世子一事，我一早就让海棠去通知你，等着你过来接应立功。只可惜管家一心只想要污蔑我，哪管你立不立功。就算我拼了一身伤回来，就因他抓了海棠弟弟污蔑我，你便信了他的话，真可笑。我怎知他竟敢如此大胆？有长孙氏兄妹在背后撑腰，他胆子能不大？我若一死，长孙嫣儿便可以顺利嫁入江宁侯府，那长孙一家可就跟着水涨船高了。难怪我一直对长孙拔示好，他却爱理不理，原来竟是早就动了与江宁侯府结亲的心思。此事为父定为你做主。做主？明明是怕长孙家从此骑在你的头上。以前的我竟然渴望在这样的人身上得到父爱，真是可悲。三小姐，国公爷有令，让您处置他，要胳膊或者要腿，随您。行了，现在怎么不耍威风了？三小姐，要打便打，不必废话。打？管家见多识广，说是我拼了这救世子剿匪之功，杀你一个狗奴才，不知道能不能功过相抵。三小姐拼死立下的功劳，却用在杀一个无关重要的人身上，真是可笑啊！还是留下这份恩赐，兴许还能再进侯府。哦，按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该用这功劳逼侯府舍弃长孙嫣儿，堂堂正正的娶我过门？你行了，你走吧。去看看。是。主子，不出您所料，管家一回去便要打杀他那小妾。如今人已救驾安置了，还有江宁侯府那边传来了新消息，要长孙嫣儿改以妾礼先迎进门。江宁侯夫人倒是个很会见风使舵的主，只是那长孙拔能同意他女儿为妾？长孙拔自然不同意，可江宁侯夫人命人到将军府下话，说要么入门为妾，要么各自婚嫁。看来江宁侯府是等着三小姐入门做少夫人。不过是贪图我县主的身份和我救了慧灵世子的功绩罢了。
只是这火烧的还不够旺，要想把长孙氏和长孙嫣儿逼急，我还得继续添柴才行。小姐，李公子来了。来的正好。锦宁，你来了。李公子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我们何时成婚？我们不是已经退婚了吗？李公子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那都是误会。你压根就不想娶我，又何必勉强呢？我陈锦宁也不是非你不嫁，李良生，我看不上你。陈锦宁，你凭什么看不上我？你连长孙嫣儿这种女人都喜欢，我为什么要看得上你？嫣儿才不会像你这般牙尖嘴利、刻薄无情。那你娶她就是了，还找我做什么？要不是看在父亲的份上，我怎么会来找你？还有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就算是白白送给我，我都不会要。那你滚吧！你石榴，送客。李公子，请。没想到陈景宁竟然救了慧灵世子，还被封为县主，如今比长孙嫣儿不知高贵多少。良儿，为娘知道你喜欢长孙嫣儿，但如今陈景宁能带给你更大的裨益。况且你父亲已经得胜，马上就要班师回朝，若是让他得知了这些事儿，必要降怒于你。锦宁，刚才是我一时冲动，你到底要如何才愿意和我重归旧好？我就一句话，除非长孙嫣儿为妾，否则一切免谈。嫣儿为妾，你就愿意？只要她做妾，我就嫁入侯府。至于嫁入哪个侯府，嫁给谁，待定。好，你等着，等我啊！如今火已经架好，就等长孙氏和长孙嫣儿跳进来。什么？小贱人真的这样说？没错，他之前就说要凭着救世子之功进入侯府，如今李公子也已经同意了。亏了嫣儿一门心思要和他在一起，这李良胜他也太无情了。不行，嫣儿好不容易怀上了身孕，得了江宁侯夫人喜欢，若让那小贱人嫁进去，那岂不是功亏一篑？夫人，不能再拖了。江宁侯如今是炙手可热的君侯，这一次若立功归来，定然位列三公，权倾大周。依我看，得赶在侯颖回京之前，让表小姐入府。若这一胎是儿子，那就是庶长子。至于陈景宁那边，只要他生不出子嗣来，3年之后便可以他无子休掉。到时候他还不是任我们宰割？你不说，我倒是忘了，这个让人断子绝孙的好方子，他一向敬畏他大姐。若是他大姐跟他说这方子是补身子的，他肯定会服用。对，他最听大小姐的话。往日大小姐没出嫁的时候，他总爱缠着大小姐。记得大小姐嫁了以后，他还哭了好几天。你派人去一趟武安侯府，让景睿找个得空的日子回来一趟。还有你府里那柳氏，打发出去才是。见你有危险，他自个儿躲起来，太没良心。您放心，我已经派人把他拖到乱葬岗埋了。老爷，进宫面圣不容耽搁，他还未准备好吗？回国公爷，三小姐说她没有得体的衣裳，如今匆忙置办也来不及，恐怕无法进宫面圣了，所以还请国公爷代为谢恩。怎么就没有？每季的账本我都看过，每季光给他置办衣裳的银子就得花300两，那些都见不得人吗？更何况今日赏金送来，圣旨上指明要他入宫谢恩，他不去，那岂不是没把皇上放在眼里？我这就亲自去为他选衣裳。衣裳呢？
父亲不是都看到了吗？每季花几百两银子给你置办的衣裳，你都藏哪儿去了？是啊，都藏哪儿去了呢？国公爷明鉴，夫人从未给小姐置办过一件新衣裳，就这几件能穿的，都是小姐从青州带回来的。你母亲的嫁妆自然是留给你的，只是如今有你母亲、有你继母和祖母攒着。长孙氏那份，我现在就要要回来。你去大小姐的房中取2件新的衣裳，给她先穿着。明日让周掌柜来这里，给她做几件新衣裳。是。你尽快换上衣裳，随为父进宫面圣。见过护国公，还未恭喜大将军。三小姐的伤势如何了？已经好很多了。面圣不宜耽搁，我们快些走吧。这药早晚一粒。宁安县主，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此番你狼山杀贼，还救了辉林世子，当真是秀外慧中，英勇无双。不知师承哪位名师？回皇上，小女师从夷陵公子。当真？是。夷陵公子是皇上为何如此惊讶？皇上，小女只会几招花拳绣腿，琴棋书画女工无一精通，难登大雅，实在是臣教女不善。陈爱卿，若是皇太后听到你这句话，可就得凤颜大怒了。皇太后总说，女子也可为名将，只是苦于世俗的眼光，没有机会罢了。啊，所言甚是，皇太后言之有理。行了，你们先回吧，朕与静婷还有些话要说。臣告退。臣女告退。静婷，你觉得这陈锦宁如何？秀外慧中，有勇有谋，不同于寻常女子。那跟陈侍郎的妹妹相比呢？朕可是听闻陈侍郎有意与你这个大舅子亲上加亲，连生辰八字都找人合过了。前世陈静茹和大将军定亲后，死活要嫁给靖南侯，南宫慧宇租妾，闹得满城风雨。而是大将军变成了整个京城的小人，但没人知道那些说他不尊养女、流连烟花柳巷的流言，都是女郎氏的姐姐吕琪蓉往后传。而果冻自己的小姑子夏家，也是为了谋得陈家留下的财产。大将军救了我这么多次，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他步入前世的后尘吗？原来狼山上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此番真是我误会景宁了。哎，对了，世侄知道夷陵公子是谁吗？国公爷为何不亲自问三小姐？哎，实不相瞒呐，有些话我对着他问不出口。以后若有机会，小侄可代为引荐。静婷不肯细说，莫非此人有什么特殊身份？罢了，景宁的师傅总归不是什么要紧人物。世侄啊，朕盼着苏公公快些回京，身为南监指挥使，有他在，定能镇住一些人。苏公公快回来了。真的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希望等他回来，你还能这般高兴。父亲，我先回屋了。
老爷，我正要去找您呢。刚才我瞧见宫中的赏金下来了，这5000两黄金，您说我们是放到库房好，还是拿到银号里去？不给景宁？景宁还未嫁人，自然是归钟馗管。等她嫁人了，咱们再拿出来给她置办嫁妆。所以你果真是想要贪了他这些赏金？景宁还未出阁，自然是归府中管。再说了，咱们国公府如今只剩下个空壳子，有了这些金子，珠儿到时候的婚事就能铺张办，也是为了增您面子。阿珍以前留下的庄子铺，不是每个月都有银子，怎么就剩下个空壳子了？庄子这2年一直干旱，哪里有什么收入？至于铺子，这些年管理不善，生意也不好，仅仅能维持，偶尔还得亏损，都是从钟馗取银子去周转的。既然管理不好，那就都交回去给景宁吧，反正这也是他母亲留下的，早晚都得交还给他。交回去那怎么行？景宁始终要嫁出去的，她带走了这些庄子铺子，那珠儿怎么办？她堂堂男儿就要靠自己的手脚成家业，怎能肖想先主母的嫁妆？我当年靠自己还不是一样得封侯爵？她想要富贵权势，就要靠她自己去争取。那你的意思是连世袭之位都不给他？那他可是你的儿子。是啊，珠儿是我的儿子，可景宁也是我的女儿啊，还是我最爱的女人为我生下的。可这么多年，我却一直弃她于不顾。你每季给我过目的账本上有一笔开销是用于景宁购置衣裳首饰，但是我方才去过梨花园，我看到她并没有几身衣裳，那些衣裳都是给谁做了？夫妻10余年，你竟然信不过我？没错，就是信不过你。所以庄子也好，铺子也好，3天之内我要看见你把阿珍当年留下所有的东西都交还给景宁手上，让人收拾好瑶亭院子，以后我搬到那边去住。哼！瑶亭院子是那贱人甄氏生前住的地方，如今连一个活人还在这里，他竟然要去死人的院子！好啊，你去了就永远都不要回来。但是你休想要我交出手里的东西，我不仅不交，那些黄金我也要了。得姐，犯不着跟他顶撞，先答应着，这些东西便是你交出来，那小贱人也无福消受。你说的对，一个将死之人，就算我给他再多，早晚都会回到我的手里。你去叫景睿回来一趟。这里有，早晚1粒。这恩情真是怎么也还不起。三小姐，陈将军和慧灵世子来了。景宁姐姐，大将军，陈侍郎的妹妹非良配。非良配？景宁姐姐，什么是良配？你和静婷哥哥是良配吗？不许胡说！谢谢。不过我名声不好，能有高明小姐愿意下嫁，已经是莫大的荣幸。不过此事我会再行考虑的。至于梁胜，若你还有更好的选择，也再看看吧。你们先玩耍，晚点我来接你。好。景宁姐姐，静婷哥哥要成亲了吗？听说是的。静婷哥哥多威武啊！你为什么不嫁给静婷哥哥？我？景睿，你一定要帮帮母亲啊！甄氏留下的那些店铺庄子，当初你成亲的时候已经陪嫁了1/3，那剩下的都得给你弟弟留着，怎么能还回去呢？我如今在武安侯府，全靠这些庄子铺子补贴打底，断不能还给他。大表姐，那贱人如今仗着自己成了县主，如今得意的很，还要将我逼为妾室。江宁侯府就送来这些聘礼？是啊，江宁侯夫人说了，按照纳妾的规矩准备了礼，等叫人选了个黄道吉日，择日便迎长孙小姐进门。
气，不是平气吗？我要见梁胜哥哥。李公子也是这个意思。母亲，燕儿，燕儿，那又如何？如今我回来了，必不能让他如此放肆。放心吧，今日你的事，我一并给你办了。你去我屋中打包几身我以前的旧衣裳，连同我今日带回来的旧缎子，一并给三小姐送过去。送旧的，他会放在眼里吗？我的衣裳即便是旧的，那料子也是极好的，他只怕是摸都没摸过。我能赏他几身旧衣裳，他别提有多高兴了。玩累了就睡一会儿。小姐，大小姐领着表小姐过来了。三妹妹，姐姐来看你了。海棠，照顾好狮子。景宁表姐，大表姐对你可真好，这些可都是上等的料子呢。你喜欢，都送你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些可都是大表姐特意拿回来送给你的。景宁妹妹，这衣服啊是姐姐的，虽然穿过，但这料子却是很好的。姐姐呀，一心惦记着你。这些药是我公爹特意请御医开的，用以强身健体，增进内力。姐姐知道你喜爱习武，所以特意叫公爹多给你开了几副服用。你房间中的丫鬟呢？大小姐有何吩咐？这药是你家三小姐用于强身健体的，你记得每日给三小姐煎服。若敢偷懒，小心我扒了你的皮。是，奴婢谨记。锦宁，今日来还有一事。嫣儿，你和李良胜到底怎么回事？大表姐，我和李公子只是一时情迷意乱，我知道我错了。你知错了就好，若不是看在舅舅的份上，我打死你都不为过，还不赶紧跟你表姐道歉？景宁表姐，你原谅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没错，你和李良胜一对两情相悦的狗男女，是我差点耽误了你们的好姻缘。景宁表姐，你和我一同嫁入侯府吧，日后你是夫人，我为平妻，我以你为尊，日后我们一同伺候相公，好不好？你知错就好，记住你近日说的，日后一同嫁入侯府，锦宁为夫人，你为平妻，凡事都要听她的。好。锦宁妹妹，姐姐一直盼着你啊，嫁个好人家。江宁侯如今在京城，那是炙手可热。李良胜虽然还不成器，但毕竟是江宁侯的独子，有父荫照拂。那陈敬亭是养子，分不了家产和爵位，不足为虑。你嫁过去，生几个儿子，这往后就坐享荣华富贵了。好啊，只是今日我听母亲说，要把你娘亲的庄子铺子给你。姐姐觉得你出嫁要侍奉公婆，还要管家管事，怕是难以应付，不如姐姐暂时替你管着如何？锦宁，你应该信得过姐姐吧？大姐这话说的不对。哪里不对？难不成你认为我是贪你银子吧？第一，称呼错了，是你娘亲，而并非我的母亲。且我母亲你也得尊称一声母亲，这叫嫡庶有别。第二，是还给我，而不是给我。这本来就是我母亲的嫁妆，不是你的，甚至也不属于国公府。第三，庄子铺子给任何人打理都行，唯独不能给你打理。出嫁从夫，现在大姐已经是武安侯府的夫人，怎能管理我母亲的嫁妆？第四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信不过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有胆你再说一次！我说的意思很直白，你脑子要是不好使，
就别出来丢人现眼。景宁表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跟大表姐说话？你干什么？大姐惊慌什么？我只是把这些衣服给合适的人而已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你既然喜欢捡别人不要的东西，想必也不会嫌弃大姐用过的旧衣裳。这破衣配破鞋，实属相配。好啊，陈锦宁，你现在竟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行，我现在就去叫父亲处置了你。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给我的那几副药不知是哪位御医开的，正好我过2日要陪平安公主入宫一趟，便请她多开几副。那药你无福消受，那药我带走了。石榴，把我的药拿回来。大姐还真是厉害啊，这人都嫁出去了，还知道我屋中新来丫鬟叫什么名字。我不过是关心妹妹，所以特意打听了一下妹妹房中的人，看看可不可靠。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，别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能上天了。在这国公府，还轮不到你当家做主。至于侯府的亲事，也容不得你拒绝。有母亲在这边，你就得听她的话。我们走。哼。小姐，这衣服怎么处理？都丢了吧。蜀郡长孙嫣儿是狗急跳墙，他这般自命清高，怎会甘心做妾？我都有点迫不及待切他们的后招。真没想到，这小贱蹄子竟然这么的嚣张，竟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大表姐，那怎么办？难道我真的要当妾室吗？那还有什么法子？江宁侯府退婚之后，怕是也后悔了，要让李良胜再说其他人家，江宁侯夫人肯定也不会同意的。没办法跟江宁侯交代，除非什么？除非那个小贱人死了，或者是身败名裂。小姐，夫人命人传话，说明日要带您出去看铺子，再去附近庄子住一晚，认识一下里头的掌柜伙计。夫人总算把庄子铺子还给小姐您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石榴、海棠，明天你们陪我一起去庄子。是，奴婢马上去收拾。景宁姐姐，你带我一起去好不好？我也想去庄子上玩。这次不行，等姐姐把庄子收回来，再请你和大将军去玩，好吗？好，拉钩。拉钩。现在还早，去把刚才那招再练10遍。小姐，你明知石榴是管家的侄女，为何还要带她去？把敌人放在自己眼前才最安全。做好心理准备吧，此行不会太平静。是。对了，把陈狗叫来，我有事儿要他陪我出去一趟。多谢三小姐救命之恩。起来说话。你的伤势如何了？托小姐的福，妾身如今已无大碍了。小姐再造之恩，妾身不知何以为报。那负心汉平日嘴上缺个把门的，尤其吃了酒之后，什么事都往外吐。这上面记下了他这些年做过的所有勾当，包括有些要紧的证据线索，望能助小姐一臂之力。是三小姐，今后草庄归她管，你们有什么事都可以跟三小姐说。见过三小姐。见过三小姐。阿文呢？让他把账本拿来，给三小姐对账。三小姐看得懂账本吗？我直接跟三小姐说吧。枣庄已经连续3年不曾赚过1文钱，今年是靠着夫人拨了1000两银子过来，这才能继续维持下来。好，既然连年要贴补，那这枣庄也没有存在的必要，卖掉吧。不可，锦娘，这庄子是你大姐的产业，我绝不会让你卖掉的。这庄子是我的，我说卖就卖，夫人反对不得。
那些管事竟还想糊弄您，他们难道忘了您就是在庄子里长大的吗？这几年草子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，草树也长势颇好，可见没有失收的情况。而且庄子内人手充裕，若真是亏损，长孙氏怎舍得雇这么多人？不过是找个理由不想给我罢了。三小姐，您真要卖了庄子？自然是要卖了，亏损的庄子留着干嘛？可是夫人说的没错，这庄子是您母亲给您留下来的，就这样卖了，您舍得吗？我母亲留给我最大的礼物，便是我这条命。听见了吗？还不出去！你是说，他真的要卖掉庄子？是。这贱人，整日嘴里提着他那短命母亲，做事却那么绝。母亲不必担心，只要我们的计划顺利，我和弟弟就能够名正言顺的继承这个庄子。不知舅舅那边，母亲是否可被联系好了？都已经打点好了，放心吧，这一次定让那小贱人有来无回。三小姐，长孙将军和几位大人都过来了。夫人说您若是醒来，便出去见个礼。长孙将军来枣庄做什么？说是今日官员休沐，长孙大人又待命在家，便邀约了几名官员、将军及家眷一同过来避暑。知道了。是。看门狗而已，还真把主家东西当做自己的，随意就要人来。放心，我会让他们全部吐出来。锦宁，快来见过几位大人和夫人。县主身份贵重，该是我等向县主行礼才是。小女陈锦宁，见过诸位。把京兆尹张大人都请来了，看来他们今天准备的戏挺大呀。你是这庄子的主人，怎么也得尽一下地主之谊，领几位夫人进庄子里四处走走吧。我和嫣儿陪你一同前去。请吧。请。大人，里边请。你请。走吧。这什么破地方？这么多蚊子！看，我脸上都被咬了好几口了。哎呀，你是一点准备功夫都没做吧？明知道几位夫人要来，就应该事先叫人准备艾草香包驱蚊虫。你们的脑子是堆草的吗？明知道要来这山野地方，自己不备下艾草，还好意思抱怨？你说什么？你竟敢对我们这么说话！舅妈，别生气，锦宁不是冲你，是冲我和嫣儿。她对我和嫣儿有些不满，我替锦宁向各位夫人赔不是。这样，各位夫人先去凉亭那边坐坐。我派人上茶宣爱，请。走吧。锦宁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哎呀，跟我过来一下。锦宁妹妹，方才你不该对舅妈口出恶言，那么多夫人在，叫人看了笑话。算了，表姐，锦宁表姐也是因为我的缘故，才会迁怒母亲的。陈锦宁，我知道你一直憎恨我，憎恨梁胜哥哥喜欢我不喜欢你，但你我如表姐妹，一同嫁入侯府，于你于我都有益无害。况且你为正妻，我为妾室，你尊贵。我卑贱，为何偏偏你还容不下我？偏要我打了胎儿远嫁村夫才肯放过我？这是那边好像吵起来了。锦宁啊，自小在青州长大，养了一身野性难驯，这样定是又冲撞了姐妹。这孩子向来如此，我真怕他日后惹出大祸，让诸位见笑了，是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教好。他又不是你亲生的，你何须自责？
要我说呀，这种白眼狼就不该接到府上来，你们说是吧？说的是。哎呀，简宁妹妹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要伤害嫣儿妹妹？快来人！来人呐！快来救救表小姐！哎呀，不行，我实在是担心，得去看看才行。哎，我们也一同去，有我们在，谅他也不敢造次。那就多谢诸位夫人了。陈景宁，我要你死！好啊，那你试试。大表姐，别跟他废话，快动手！哎呀，锦瑞，快起来！我的女儿啊，你快醒醒啊！嫣儿，锦瑞，怎么回事啊？母亲，快醒！锦瑞，这怎么回事？嫣儿这是小产了。嫣儿，怎么回事？明明该摔下来的是陈景宁，怎么会变成嫣儿？没见过。是他，是陈景宁推倒我们的，他想要害死我和嫣儿。锦宁，你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残害姐妹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大姐，是你们自己撞在一起失足滚落，怎能赖在我的头上？诸位夫人刚才都在亭子里，应当都看到了，可曾见到我动过半步啊？怎么回事？嫣儿怎么会受伤？张大人，你不是懂医术吗？你快救救嫣儿性命！好。哎呀，嫣儿，醒了！嫣儿，我的孩子！张大人，你救救我女儿，救救她的孩子呀！请恕下官无能为力呀。陈锦宁，你害我女儿，杀我外孙，我要你偿命！陈锦宁，你小小年纪，竟如此心狠手辣，连自己的亲姐和表妹都下得了手。那你想怎样？张大人，正好你在，此事便交给衙门处置。张大人亲政一事，长孙拔，你算计错人了。张大人，此事性质恶劣，他害的不仅仅是我的女儿，还有他腹中江宁侯府的血脉，此事定要有个了结。此事涉及侯府，不容草率。来人，在，速回衙门，请师爷和梁捕头前来搜集证据，以及通知护国公爷。是。大人，何不直接将他押走？本官如何办案，还不需要夫人教导。请大人秉公执法，莫要因为他是县主就有所偏袒。没错，为什么不立刻将他扣押？他是御赐县主，未定罪，岂能扣押？本官按律办事，倒是不知道将军和二位夫人到底在急什么。长者可延误不得，赶紧先就治。大人在，请大夫上山。是。诸位，请回静厅稍后，不得离开。静候官差。还有，去请江宁侯府世子。是。哼。我的孩子，陈景宁，你不得好死！陈景宁，这次我要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好啊，我等着。不过听闻姐夫房中美人不少，姐姐如今变成了丑八怪，不知道姐夫还愿不愿意再看姐姐一眼？你，母亲。张大人，国公爷好大的威风，问也不问一句就动手。燕儿到现在都还昏迷着，有什么好问的？之前你杀府中妈妈，我谅你是受了委屈，可如今你竟连自己的亲姐表妹都下得去手。张大人，
此等蛇蝎妇人绝不能放过，请您一定要为嫣儿和我们江宁侯府做主，将陈锦宁严惩。国公爷、李公子，稍安勿躁，本官办案讲求证据，如今案子还没开始调查，县主有没有罪还未有定论呢。这么多人都在，定有人看见他推了嫣儿，还需要调查吗？难不成是张大人有意徇私啊？那你亲眼看见他推长孙小姐吗？这么多人还需要我亲眼看见？住口！你若不是亲眼看见，那便不是证人，不是证人。本官又不曾问你插什么嘴？你，国公爷，你呢？你是证人吗？哼！请陈大小姐上前。陈锦瑞，请将当时你所见情况如实陈述。当时我和陈锦宁还有嫣儿都在假山边，突然嫣儿和锦宁争吵了起来。后来锦宁生气，嘴里说着要杀了嫣儿，未等我反应，嫣儿就被推倒在了井边。他们当时在吵什么？锦宁说让嫣儿落了胎，还说她不可能嫁进侯府，即便是做妾，她也是绝不允许。嫣儿说她与李公子情投意合，不求名分，只求能够入府生下孩子。可是锦宁因此更为动怒，一气之下伤了嫣儿。我想上去救，可他连同我一起推倒，还说要一同杀了我。你这个毒妇，我便是娶不到妻子，也绝不会娶你为妻。此事怕是容不得你做主。你不过是仗着救了我父亲的恩德罢了，你的恶行，我回去定如实禀报父亲，让父亲看看他口中的好女子到底是个什么德行。县主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他们都在撒谎，是长孙嫣儿不知从何处听说我要嫁入江宁侯府，便因此记恨我，发了疯似的要杀我，结果自己失了重心，撞向了大井。拉扯过程中，两人意外失足。嫣儿单纯善良，怎会因嫉妒你而发疯？如此荒唐之言，你怎么敢说出口？我说的是胡言乱语，他们放个屁就都是金玉良言。在你们眼中，我生来就是个撒谎成性的毒妇，自然是比不上这些表面装的人模狗样的伪君子。今日就算张大人把清白二字贴在我脸上，你们照样会在背后嚼舌根，说我是耍了手段才脱罪的吧？难道今日只是被冤枉的？好一张伶牙俐齿！可嫣儿知道自己怀有身孕，却还要挺着孕肚来伤你，那样即便是你死了，她又有什么好处？再说，陈景睿是你大姐，莫非他会为了远一重的表妹来陷害你这个亲妹妹吗？今日我在凉亭之中听见长孙小姐说，三小姐让她打掉胎儿，且今日所见，三小姐果然言行无状，只因庄中蚊子多的小事儿，便同我们吵起了架来。这般目无尊长，恐怕心思也好不到哪去。张大人，此案已经调查清楚，人证在此，容他狡辩也不可能，还望张大人立刻审判。国公爷，你还有什么话要问的吗？张大人，我觉得凭一己之言不一定能断定此事，不如先去前院调查一下假山附近的痕迹。哟，苏大人，人家这么热闹啊，在办什么喜事呢？南监的总领大人苏毅，昔日摄政王一手提拔重用的人，也是大周朝唯一一个上过战场的太监，如今更是深得皇太后与皇上的重信，炙手可热，权倾朝野。他怎么会来？本座不请自来，诸位大人不会见怪吧？哦，呵呵，怎么会？苏兄大驾光临，使得这枣庄蓬荜生辉才是。这位就是皇上亲封的县主了。刚才我听说他杀人了。我没有杀人，你这个歹毒的小娼妇！若不是你，我的嫣儿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
你还敢在这里装可怜？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哟，我当这位口气冲天的肥婆是谁呢？原来是长孙将军的夫人。县主如今定罪了吗？你就在这儿狂吠？还有，你说谁是小娼妇？啊？虽然本座这阵子没在京城，但也知道你们长孙将军家的闺女和江宁侯府的公子那是偷奸苟合，怀上野种的阿杂事。就你们家这个德行，还敢管别人叫小娼妇？大人，那次出言无重，请公公恕罪。只是县主伤了末将的女儿，罪证确凿。张大人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将军慎言，此案还未有定论。敬亭啊，你说咱们南监能不能过问此案？大人，南监可过问京师乃至整个大周发生的一切案子。哦，那张大人，这案子本座问你要。来人呐，将几位夫人请回南监，本座亲自审理。大人，这点小事就不劳烦苏大人，几位夫人去南监恐落人话柄，拿下陈景宁去衙门即可。长孙将军口口声声说县主有罪，可见对此案也十分清楚。那请随我到南监录口供。你个阉人，敢这般嚣张！这就是你挑的夫婿？退婚了，我不要这种垃圾破鞋。配得好，都带走，分开看管。若口供有疑者，上刑。上刑！传闻苏公公最喜欢活剥人皮了。我不去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什么都没有听到，我做不了这。诸位夫人不用怕，活剥人皮只是外界传闻，其实苏懿公公最擅长的是割云片。割云片那是什么？陈景宁，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。三小姐说的没错，大人割云片的绝活，在整个南监都是出了名的。前不久刚在一个杀人如麻的山贼身上试过，在那个山贼身上足足割下了1008片，人还活着。各位夫人放心，整个过程几乎不出什么血，只让人痛苦，又不伤人性命。不，妾身不去。是他，是陈景睿，是他指使我勾结县主的。你胡说！我何时指使过你？闭嘴！休要胡言！继续说。是陈景睿说，武安侯府今年不济，要和这庄子接近。未曾想，县主却要拿回庄子。他一时情急，便找了妾身帮他做伪证。他本来是想推县主下去的，他想让妾身做伪证，让臣妾说是县主伤人不成，反而自己摔了。这样的话，就算县主摔不死，她也容貌会尽毁，就无法再嫁了，也没有理由要回这庄子了。没想到，却阴差阳错，害得长孙小姐落胎。你血口喷人，他让你帮忙你就帮啊！你污蔑我女儿的借口，未免也太可笑了些。来人！他拿我发卖将军美妾的事儿威胁我，我不敢不从啊！你说什么？说阿月出门探亲，路上染了恶疾死了吗？好你个毒妇！就说阿月死的蹊跷，原来是你干的好事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够了，你的家事等回家自己解决。既然有人证，那便不需要回南监再次呈供即可。你还有何话要说？景睿，你真的做出了此等事？就为了一个庄子，你就要陷害你的亲妹妹？亲妹妹，我也曾唤真是一声母亲，可她的嫁妆
为什么都留给陈锦宁？父亲，我也是你国公府的女儿啊！这庄子凭什么给他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要！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你舅舅和妍儿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利用他们，还害妍儿落胎！大嫂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误会？你居然还有脸说是误会！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你给我滚！你敢打我，我打的就是你！还不是打死你这个人！够了！你闹够了没有？还想不够丢人吗？陈锦润，你害死我的孩子，我定要你付出代价！停手！嫣儿落了胎，如今她正是伤心难过的时候，这里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且去陪陪嫣儿吧。啊！锦宁啊，舅舅之前冤枉了你，你不会怪舅舅吧？这些官员皆是长孙拔带来的，此事长孙拔绝不可能不知情。陈锦瑞不为自己辩解，图揽罪名，不过是要长孙拔欠他人情，更捏住一个把柄。他想借长孙拔翻身，只可惜长孙拔很快就自身难保，将近严重了。你什么态度？天上雷公，地下舅公，你对舅舅不敬，就是不孝。他不过是贱妾上位的季氏兄长，与我何干？夫人这么喜欢多管闲事，不如先带千金回去好生调理。这落了胎呀，若不好好调理，你以后就不能生育了。你竟然诅咒我的嫣儿！我撕烂你的嘴！大胆，有本坐在，你动他试试。苏公公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难道你也要过问吗？你们长孙家的家事，本座自然管不着，但是你要动他，本座就得过问。你为什么帮着这个小贱人？小惩大戒，好让你这个肥婆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。陈锦宁到底什么时候认识了苏毅这个阉人？长孙将军，如今已查实你的女儿是陈锦瑞所害，你打算？家事便不打扰衙门了，我们关起门来处理便是。若当时三小姐被污蔑那会儿也是这样说，那就不用劳师动众。郭公爷怎会如此啊？郑兄何意？案子发生的时候，我故意拖延不审理，命人去请你过来，就是希望你能震慑一下其他人，让他们别给虚假口供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是一个诬陷三小姐的圈套，你怎么就看不出来？而且你这一来，连案子都没问，便要对三小姐动手。哎呀，哎，这为师还没死呢，你跪什么哭什么？哎呀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坐下说。哎，师傅，徒儿真的好想你。哎，师傅，你还活着，真的太好了。你说你这个丫头啊，真是的，那在青州那就是个小霸王，怎地回到京师就变成了任人搓圆捏扁的货呀？啊！行了，有师傅在，谁也休想欺负了你。哎，行了，别哭了。
之前说要给国公爷引荐夷陵公子，他便在那里。哎，别哭别哭，为师看不得这个。什么？夷陵公子就是苏大人？大将军，你们是否事先得知了实情？陈果来的时候，只说要来南间见苏大人，说三小姐有难，我们已经是最快速度赶来了。为什么你和苏大人会笃定晋宁是被冤枉的？看来国公爷真的很不了解他，他是个懂武功的人，若真的想害死长孙嫣儿，直接掳走他的无人之地。他想长孙嫣儿怎么死便能怎么死，何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长孙嫣儿推下石阶？或许是一时激怒杀人呢？旁人会，但他不会。国公爷，他一个人生活了10几年，一直无所依仗。他不敢挑事，是因为他知道整个国公府无人为他出头。再者，那些官员要真想游山玩水，何必在这炎炎夏日挑这么一个庄子？多么明显的阴谋啊！喝点茶。苏大人也是这么分析的？不，苏大人不分析，他向来护着三小姐，哪怕三小姐真的杀了人，他也会想办法护着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三小姐。陈果来的时候，皇太后也命人来传，但是他却选择来这个庄子而不入宫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在他心中，三小姐这个家人才更为重要。都是些家常便饭，将军请不要客气。这么丰盛的一桌，倒是可惜苏大人进宫面圣去了。没关系，今日先感谢将军。你今天似乎心情不太好，是因为你叔母和长姐的事，还是因为李良胜？叔母和长姐不成气候，他们不足为患。至于李良胜，哼，这2个人，我一定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他被义母保护得太过，若早些放到战场上历练一下，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。他会上战场的，只不过没有我的协助，他注定不可能再得到功绩。三小姐，你似乎很关心他。我只关心他什么时候死。那你既不愿意嫁入李家，可愿嫁入陈家？什么？你这是在向我求签？将军，别开玩笑了，你可是沈英将军的儿子，又是江宁侯的义子，你母亲又是高居公主，论身份地位，要比江宁侯府更显赫，又怎么会看上我这个瑶亭庄子里回来的野丫头？将军想必是喝醉了，我看时辰也不早了，将军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其实我们早在青州便已经见过了。我们见过？那年青州大旱，我看你当街救了一个被恶霸欺压的孩童后，又给黎民施粥，我便想，像你这般侠肝义胆的女子，当真是世间难寻。得知你已经回了京城，还是李良胜未过门的妻子，我本想着，他若能照顾你，让你幸福，我便只会为你祝福。可他没有，他辜负了你，让你受尽委屈。
如今你已经和他一刀两断。啊！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了？愿意。可是我什么礼仪都不懂，也不会。这样的你就很好，在我面前，你什么都不用改变。我今日头有些晕，将军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，先告辞了。海棠，我们走。哎，小姐，等等我。说，这枣庄一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？老爷，妾身是冤枉的呀！我也不知道瑞儿会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，我也是事后才知道。如果我早知道，拼死也会拦住他的。你在说谎，锦宁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个继母，可你也不能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！老爷，你要相信我呀！脏水。若不是有心存大义之人，在你们策划此事的时候前来告知，我就真着了你们的道了。是谁？不，老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是谁在捏造事实来污蔑我？还有知情之人，是你。三小姐，不必这样说。小人也只是想将功赎罪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国公爷，这一切其实都是夫人的计策。夫人将其他女眷引入长亭，而大小姐则带着三小姐和长孙小姐前往假山，好趁机害三小姐。胡说八道！老爷，你不要信他。夫人是我表姐，倘若不是她做的这些事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我也不会不顾亲情把这些东西都说出来。国公爷，这些年您经常领兵在外，你不知道夫人在背后是怎么苛待三小姐的。三小姐吃的东西是下人都不碰的残羹冷炙，穿的都是10几年前的旧衣裳。夫人克扣月钱，连三小姐想添件新衣裳的银子都拿不出来。你血口喷人！表姐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国公爷若是不信的话，大可以问问府里的丫鬟、仆妇，他们全都知道。你这个毒妇，我竟不知你竟是这般蛇蝎心肠。锦宁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把她交给你，你怎敢如此待她？老爷，我错了，我都是一时糊涂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饶过我这一次吧。你是个混账东西！我当初让你当家是信你贤惠，如今看来你根本就不配掌家。从今日起，这管家之权你便不必再沾手了。就好好在永明阁抄些心经思过吧。老爷，不可，这跟你直接休了我有何分别？还有锦宁的嫁妆，今日你就1分不少的还给他，否则我就直接休了你。都在这儿了。你好自为之。陈景宁，你别得意太早，只要我还是国公夫人，定不会让你好受。我兄长权势正盛，你父亲早晚会求我回来。赢？这才刚刚开始，这本就是我的东西。至于你欠我母亲的，还有欠我的，我会从长孙家
还有你的儿女身上，一笔一笔，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你就好好等着吧。你这次做的不错。那您手里的东西……放心，只要你好好替我办事，那些东西自然就不会传出去。谢谢三小姐。女儿真的知错了。父亲，你看女儿这张脸，全毁了，我这辈子也都全毁了。现在你知道错了。你当时设计谋害你亲妹妹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后果？父亲，我那是一时糊涂，被朱由蒙了心。如今庄子已经被他拿回去了，我也落得如此下场。求求父亲，求求父亲，你在锦宁面前替我说说情，替我说说好话，求求情，求他高抬贵手，别再针对我了。如果再这样，我夫家会迫于苏大人的压力休了我的。求求你了，父亲。哎呀，罢了，我这就去跟他说一说。金宁啊，你大姐已经知错了，而且她已经得到了教训，你就看在她是你亲姐姐的份上。那个想推我下假山，害我不死也毁容、坏我名声的亲姐姐吗？哎，金宁，她已经得到了报应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？大度？国公爷跟我谈大度，长孙是苛待我时，您在哪？陈景睿设计陷害我时，您又在哪？我想起来了，国公爷每次一到场，不问青红皂白就要赏我一巴掌，现在倒是来教我大度了。哼，放肆！无论如何，我终究是你的父亲，你别以为有苏毅给你撑腰，就可以目无尊长、无法无天。国公爷想多了，我只是在讲道理。我告诉你，苏毅再得势，见了我也得礼让三番。是吗？那国公爷，大可以去试试看。哼！苏兄，今日冒昧前来，是为了庄子里的事情。你也知道，这其实就是姐妹之间的误会。况且这长孙家已经说了不再追究，此事不如就此作罢了。对不住啊，陈兄啊，恐怕此事不能就此作罢。苏兄，此事算不得什么要紧事，况且锦宁也没有受到伤害。若本座没有回来，你说这丫头会有事儿吗？国公爷呀，锦宁是你的女儿，你保护不保护她，我管不着啊。她是本座的弟子，从收她的第一天起，本座便告诉了她，我管她的生死荣辱，她管我的生养死葬。因此，今日国公爷是欺负到我头上，我尚能看在咱昔日的交情上。哼，就此算数。可动的是丫头，那就没什么情面好讲。苏兄，还有，若国公爷不护着她，也不要帮着外人来欺负她。来人，送客。既然苏兄你执意如此，那么我再说无益，告辞。什么东西？陈国公并非无心冷血之人，但唯独对锦宁这个女儿，却是格外的刻薄。唉，本座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按说她与甄氏感情深厚，当初成亲的时候
那是忤逆了甄大将军的意思。后来夫妻情深，陈老夫人让他纳妾，他死活不干，老夫人就以死相逼，还让长孙氏醉酒伺候，这才有了长孙氏。你说，对深爱发妻所生的女儿，怎么这般视而不见，刻薄寡恩呢？大概是接受不了自己心爱之人因生育而离世吧。那也不能怪在景宁身上啊。当初他被迫离家，来到了青州。唉，年少时吃了不少的苦楚啊。要是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替害他的人求情，你说，他心里多伤心呐！唉。侯爷，求求你不要赶我走！侯爷，父亲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就看在夫妻多年的份上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闭嘴！你个毒妇！你连自己的亲妹妹，你都下得去死手，谁知道以后你会不会也害我们？现在还得罪了苏大人，你是想让我们整个侯府都跟着你陪葬是吗？不会的。哼，我们武安侯府要不起你这种心思歹毒，还毁了荣的媳妇儿，晦气！你父亲都亲自去苏府为你求情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被人给轰了出来？连他都保不住你，你还赖在这里做什么？拉着你的休书滚！从此以后，你跟我们侯府再无半点瓜葛。休书，母亲，侯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母亲，侯爷，母亲，关门！是，不要关门！侯爷，母亲，侯爷，我错了，侯爷。哎，这不是武安侯夫人吗？怎么这么老了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听说啊，他嫉妒自己的嫡亲妹妹，设毒计啊，想要害死人家，结果自食恶果，脸都给毁了，现在被夫家休了，哼，真是报应。心也太大，就是，活该。别说了，这是别说了，疯了！别说了，母亲，陈景宁那个该死的小贱人，不仅害了我，还害了你被武安侯府休弃。我已经给你祖母去信，他很快就会回来。我要那小贱人死无葬身之地。祖母身在南国，等信送到，还不知何年何月。我等不了那么久，我现在就要他死。景睿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母亲，舅舅，父亲，他会帮我的，对吧？他怎会知道？景睿，怎么是你？舅舅，陈景宁毁了我的一切，害我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弃妇。你一定要帮我杀了他！不行，现在陈景宁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揉捏的乡下丫头了，她现在是苏毅的人，动她就是与苏毅为敌，整个长孙家都得跟着陪葬。如果你不帮我的话，那我就只能……老爷，什么事？老爷，
小的有要紧事禀报。进来吧。说吧。老爷，江宁侯夫人带着李良胜公子亲自登门国公府了。下去吧。舅舅，江宁侯夫人怕是已经知道了表妹再也不能生育的消息，她打算调转船头，回头去巴结陈锦宁了。陈锦宁跟李良胜本就有婚约，万一他答应了，那嫣儿怎么办？不好了，老爷！何事哭哭啼啼？老爷，小姐她自尽了。啊！嫣儿，我的嫣儿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你干嘛呀？是不是？你让我去死！不能嫁给梁胜哥哥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糊涂！为了一个狼心狗肺的男人要死要活的，你眼里还有父母吗？他李良胜不要你便怎么样？你便寻不到人家了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般没有出息了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要不是你连陈锦宁都斗不过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人家攀上苏毅那样的高枝？你要是有本事，女儿何止沦落于此？老爷，不要啊！嫣儿她刚许了短见，你要逼她死吗？父亲，你要是真有能耐，就让我嫁入江宁侯府，不然就真打死我好了。舅舅先别动怒，我有办法能让表妹成功嫁入江宁侯府。你现在自身难保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景睿，你若真有办法，舅母给你跪下都行啊！舅母不必如此，办法我有，不过我要舅舅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陈景宁死。老爷，快答应他！要不是陈锦宁，咱们嫣儿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她本就该死。没错，父亲，你快答应他，表姐。舅舅，陈锦宁害我和嫣儿至此，难道你要放纵他，日后对我的弟弟下手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陈锦宁必死。陈锦宁，你给我等着！小姐，江宁侯夫人和李公子来了，不会又是来找麻烦的吧？应该是侯爷快回来了，他们怕被怪罪，着急了。江宁侯夫人这个老奸人，眼睛是长在额头上的，前世仗着自己是婆婆，没少粗通，就连我怀孕的时候，都满口你贱你德逼我去帮李良胜打仗。我还以为他多能忍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坐不住了。让他们进来吧。逆子，还不赶紧给景宁道歉！景宁，我今日带梁生过来，是特意让他向你道歉的。都怪这个糊涂东西，被长孙家那个狐妹子给蒙了心了。侯夫人言重了，既然已经退婚了，自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也不用特意来给我道歉。景宁，退婚一事实属误会，都怪这逆子听信那狐媚之言，才会一气之下提出同你退婚。但其实他心里啊念着的还是你。梁胜，还不赶紧告诉景宁你的心里话？好吧，的确是我一时糊涂，被嫣儿骗了。骗了？他长孙嫣儿是拿刀架在你脖子上，逼你跟他苟合的，还是他给你下了药，让你不省人事啊？景宁，梁胜他还年轻，一时犯错在所难免。你大度啊，就原谅他这一回。日后我们江宁侯府定会好好补偿你的啊！长孙家的人是脏东西，你碰了脏东西，我嫌恶心。侯夫人，
这门亲事我退定了。我陈景宁的夫君可以没权没势，但绝不能是个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废物。你陈锦宁，我母亲都亲自来了，你别不识抬举。陈锦宁，你这个疯女人，你要干什么？别以为有那阉人撑腰就能无法无天了。像你这种不学无术、蛮横无理的女人，除了我还能有谁要你？圣儿，不许胡言！干什么？陈锦宁，你敢这样对我，你别后悔！后悔？当初信誓旦旦非长孙嫣儿不娶的是你，如今他刚消斩，就急忙划清关系来找我的也是你。像你这样朝三暮四的龌龊贱人，有哪一点值得我后悔？陈景宁，你说话不要太难听了。难听？我还有更难听。李良胜，像你这个只会躲在娘亲裙底下的窝囊废，也就长孙嫣儿那样的蠢货能看得上。在我这儿，你连坨狗屎都不如。海棠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给我请出去，别脏了我的院子。侯夫人，李公子，请吧。好你个陈锦宁，你给我记着，早晚有一天我要让你知道，你错失了一个多好的男人。哼！圣儿，景宁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两家婚约终究不是儿戏，你再好好考虑一下。小姐，看样子江宁侯府不会这么轻易放弃，恐怕他们很快就没有这个精力了。夫人，长孙将军府传话来了，让您今夜到府中商议婚事，否则便以诱奸之罪告到府衙去。什么？嫣儿的身子已经这样了，正妻之位是断然不可能了。你们若愿意，本夫人可以做主，让她以贵妾的身份入门，择个吉日，在侯爷回京之前抬她进门便是。侯夫人，你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？我们堂堂将军府嫡女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跟了你儿子，你一句抬了进门，就想了事？那你们想如何？很简单，八抬大轿，明媒正娶，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婚宴。否则，咱们就府衙见。李良胜，像你这种只会躲在母亲裙底下的窝囊废，也就只有长孙嫣儿那样的蠢货才看得上。在我这里，你连坨狗屎都不如。办！娘，不仅要办，还要大办。圣儿，母亲，我要大办。圣儿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娘，我不只要大办，我还要亲自给陈锦宁下帖子，我要让他知道，我李良胜不是他可以随意践踏羞辱的。还有，我要让他后悔，让他知道他到底错过了什么。你疯了不成？为了跟一个女人置气，你要闹得满城风雨吗？娘，你就有儿子吧。难道在你眼里，我也是母亲裙底下的一只废物吗？谢谢姐姐。我没有吗？大将军怎么跟小孩子似的？吃苹果也要人小好评。有。大将军今日怎么有空带小世子过来玩？前不久你提供的线索，已经调查出眉目了。大将军，这是柳氏给我的。好。这么说，长孙拔和狼山一案果真有关系？前不久皇上曾下旨，命人彻查福州贪官与京官勾结一案，长孙拔的名字就在那份名单之上。而负责调查此案的，正是慧琳的父亲李大人。原来如此，长孙拔伙同山贼抓走慧琳世子，是想演一出舍命救人的戏码给李大人看。
说慧灵世子死了，他便带人剿灭山贼，说是为世子报仇。这样的话，李大人感念他的恩情，自然就不会再深查他了。对。好计谋，完成目的，撇清自己。好一招金蝉脱壳，真是心狠手辣。南监已经查到，他在此前去过狼山，但是没有发现他和山贼勾结的确凿证据。就凭柳氏当时的片面之词，也无法作为直接证据。况且，符咒一案的幕后主使仍未浮出水面，一时之间，暂时还动弹不得。空口白牙的指证，皇上也不会信的。重活一事，我自然知道符咒一案的主谋是宫里惠嫔的父亲张金忠，府省的布政使。只是如今的我，没有证据。小姐，大将军，何事？方才江宁侯府派人送来一张请柬，说是李公子与长孙小姐的大婚定在3日后。拿来吧。是。下去吧。是。他这分明是在羞辱你。羞辱？不，你不是正愁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动不了长孙拔吗？机会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你想以身犯险？既然证据难寻，那就让他自己把证据送到我们手里。不行，长孙拔武功很高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放心，我知道他的弱点，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。大将军，你我都知这是最好的法子。你实在不必以身犯险，我们可以找其他突破口。长孙拔很聪明，他不会轻易上当的。将计就计，反而不易令他起疑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受伤。静婷，你我在狼山算是过命的交集，我若不是十分的把握，不会轻易说出这计策的。而且我不是那种该被呵护在深闺里的千金小姐，我有我的制敌方法。而且长孙拔不除，我在府内永无安生之日。你和师父能保我一次，未必保得了我下一次。我们不如主动出击，而且要打得他永远不能翻身。好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我答应你会注意安全的。不，是事成之后，你必须请我喝酒。这个，只要你赏脸，随时都可以。好。恭喜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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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恭喜恭喜呀！恭喜，恭喜了！盛儿，快带燕儿进去，给大哥敬酒。走啊，燕儿。大哥，我带燕儿向你敬酒。大哥。南监还有事，诸位慢喝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大公子也太不给面子了。礼都没备一份儿，直接给金子，这打发叫花子呢？好了好了，大家也都知道，静婷啊，向来都是公事繁忙，一贯都是以正事为重，就别为难她了。来，喝酒啊，喝酒。他素来是在秦楼酒馆里花银子的人，该不会喝多了，以为这是秦楼吧？要我说，这也怪不了大公子。这纳妾嘛，本就不是明媒正娶，那个不能下蛋的母鸡。这做大哥的，能给定金子充晦气，已经够讲究了。梁胜哥哥，能不能别烦我？哼！对不起，是我失礼了。
锦宁，你真的来了？侯府的请柬，我自然是要来的。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后悔？我后悔什么？嫣儿只是一个贵妾，我尚能给她如此风光的婚宴。陈锦宁，你若之前答应做正妻，我定能给你比这盛大10倍100倍的婚礼，全京城都会羡慕你。你觉得我在乎这些？你就真的这么不愿意嫁给我？锦宁表姐，梁胜哥哥和你已经退婚，你为什么还要来纠缠？本县主是受邀来参加宴席的，如何说得上纠缠？况且我若真有意纠缠，你以为你能嫁进侯府？李公子，既然贵妾吃醋，那劳烦你自觉，离我远点，也省得落人嫌烦。不过是那个妾，明明正经打过招呼的戏这醋劲也太大了。竟然这样！陈三小姐可是皇上亲封的县主，要真想纠缠，哪还轮得到这个长孙嫣儿啊？就是。大胆！陈锦宁，你自己不检点被退婚，居然还敢来这儿撒野！正因本县主恪守礼法，容不得未来的夫婿在婚前便与另爱无媒苟合、出胎暗结，才主动退婚。陈三小姐，今日是侯府与我将军府大喜的日子，你若是来道喜的，我们自然欢迎；但你若是来捣乱的，就别怪我长孙拔不留情面了。长孙将军言重了，这请柬都送到我府上了，我岂有不来之理？我只是来道贺，顺便开开眼界。毕竟像这种未婚先孕、小产绝嗣，还能如此风光的嫁入侯府为妾的这等事，在京中可不常见。我自然要见识一番。有句话我要提醒一下将军：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母。这有些事啊，就像秋后的账，总要一笔一笔的算清。这话啥意思？他都知道什么了？谢邀，今日一见，二位男渣女贱，实属绝配。两位还请锁死幸福一辈子，不要去祸害别人了。他疯了！他疯了！他胡言乱语什么？秋后算账，他在威胁我们！你够了！真是造孽呀！我侯府的脸面，今日算是丢尽了呀！不行，你怎么了？滚开！还嫌我娘受的气不够吗？这是长孙拔与我通信的信件，都是他自己亲笔写的，也是他叫我抓走惠林世子的。我也有证据证明，他和福州一案有关。你交给我，我会转交给公主和李大人。我可以交给你，但你得答应我，必须替我在公主和李大人面前求情，免我死罪。你放心，你举证有功，死罪可免。好，若不是我们被通缉的走投无路，我也不会回来。你答应我的事情若没办到，我的弟兄们一定会找你报仇的。他是狼山的头目，之前朝廷剿灭狼山山贼，发布了海禁令都没抓到他。陈锦宁是怎么找到他的？绝对不能让陈锦宁拿到书信交给公主和李大人。眼下四下无人，杀了这个小贱人，夺回书信，一举多得，以后再无后顾之忧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陈狗，别叫了，他已经被我打晕了。拿来吧。舅舅说什么呢？你要我交出来什么？既然你活够了，我便送你一程。
你果然是幕后指使人，是你命人抓走慧灵世子。哼，有时候知道的太多，可不是好事。你要信我可以给你。你与山贼勾结一事，你与福州一案有关一事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只有死人才不会说出去。还有我名下的庄子，我一定都过到你的名下。我娘亲所有的嫁妆，我也全都给你。你觉得我在乎吗？那随意的秘密呢？有关于你的秘密呢？什么秘密？若是真有秘密，我便放你一马。所以此次离境是南下去福州了。他南下福州，关我何事？他在调查你和福州官员勾结一事。福州布政使张金忠已经全部招供了。休要污蔑本将军！他怎会知张金忠？我分明隐藏得极深。是真的，张金忠没有被当场抓捕，是因他与苏毅合作，要将功折罪。他们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你往里钻了。苏毅若是去了福州，必会审查。张金忠这个人狡猾透顶，为求活命，拉我垫背之事，他绝对做得出来。他俩有什么计谋？届时，张金忠会连同几个武将一同指认是你杀了福州齐大人，说福州一案你才是主谋。颠倒是非！这明明是他杀的，好一个张金忠！本将竟错信了他。他才是主谋，果真正经。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？将军放心，今日之事，还有你勾结狼山贼匪抓慧灵世子一事，我半个字都不会往外说。我当然放心。你死了，我的心就放下了。去死吧！陈敬亭，你没事吧？多谢长孙将军，谢谢你告诉我们，张金忠才是福州一案的主谋。你们两人居然敢算计我！别看了，那人根本不是狼山的大当家，只不过是本将军找人假扮的，为的就是引你入局。事已至此，我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。我对不起皇上对我的信任。你知道，自从我做了这些错事，我没有一日心安。今天你们追到了这儿，我反而心安了。真的，我真的心安了。我愿意指认幕后主使，告知撤案之人，以赎罪孽，好不好？来人，把长孙将军带下去。是。你说，他真的知道错了吗？识时务，一向是他做人的宗旨。今日他知道这个地方他逃不出去，不如主动束手就擒。大周朝的律例规定，如若同犯举证有功，若交代的事情足以轻判，那他就不会受到很严重的惩处。上一世他害死我师父，现在又一心要我死，我绝不能轻易放过他。你受伤了？长孙拔的内力深厚，刚才你受了他一掌，我先送你回去休息。完了，你舅舅被抓了，我们长孙家全完了。没想到舅舅居然这么蠢，竟然会中陈景宁的圈套。蕊儿啊，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呀？我们以后……大小姐，
只是外头有人让我交给大小姐的。母亲，或许我们还有机会。小姐，陈将军差人送来了复原丹，说是宫里的贡品，镇内上最好了。陈将军对小姐可真上心，昨日亲自将小姐送回府，今日还专门给小姐送来了药。就你话多。小姐，国公爷传话说后日是先夫人忌日，想带您和大小姐去安福寺上香祭奠，让您准备一下。陈景睿是在半个时辰前，大小姐去过国公爷房间。看来长孙拔被抓，他还是不死心。小姐，那您去吗？去，自然是要去的。我身为他妹妹，肯定是要去送他一程。三妹妹，听说旁边还有一处佛堂，祈求平安最为灵验，不如三妹妹陪我一同前去吧。我想为父亲还有三妹妹求个平安符，就当为我之前做的事情，给妹妹赔个不是。哼。你说的佛堂呢？佛堂？陈锦宁，你真以为我会带你去祈福？不，我确实是带你来祈福的，祈祷你下辈子投个好胎。长孙拔，你从大牢里逃出来了？你以为设计一个拙劣的陷阱，就能将本将军一直关在大牢里？舅舅，别跟他废话，赶紧杀了他！本将一直十分疑惑，为什么一直盯着本将军不放？将士们赤胆忠心，而你却只顾敛收钱财、争权夺利、结党营私。你手里染了多少为你尽忠拼命的人命，又夺了多少人的功劳？像你这种人，根本不配成为将军。还有，说这一次你没出事，你已经和张金忠开始设计陷害我的师父苏叶了。这些事情他是如何知晓的？当年立功本就是欺君之罪，冒领了将士的功劳，而上位之后，苏毅一直盯着我不放，南下调查一路到福州。如今他知道了，就意味着苏毅也知道了。幸亏是逃狱出来的，否则便是戴罪立功，供出其他人，我也难逃一死。绝不能留他活口。上！没想到他功夫如此高强，再这样拖下去，怕是会把人引来。陈景宁，受死吧！你用毒想杀我，还嫩来点儿，受死吧！长孙拔，是你输了。你没有中毒飞镖。佯装诡计是长孙将军的伎俩，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先生，我报不了杀师大仇，前生总算不愧对师父。陈景宁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你大姐！不是你找他来的吗？现在他死了，你也该给他磕几个响头，送他上路了。陈景宁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放开！他怎么就没能杀了你？放开！放开！
且宁，伤得如何？我没事，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让我亲手了结了他。父亲救我！陈锦宁，他发疯了，他不能上来救救，他要杀我！父亲，陈锦宁，你妨害他人性命，这次你死定了！混账东西！秦瑞，你真以为为父是聋子，是瞎子吗？你都听到了，父亲。是你故意说那些话的。父亲，我错了，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父亲，我真的错了，我错了，父亲。混账东西！之前枣庄一事，你说是杨氏教唆你，一时鬼迷心窍，我信了你。可现如今，你经过这次教训之后，我以为你会改过自新了。可是，没想到你竟然歹毒至此，竟然利用你舅舅杀害自己的亲妹妹。我若是再信你一言，岂不叫列祖蒙羞吗？贤侄，这个孽种和长孙拔就一同交给你们南监处置吧。国公爷放心，带走。父亲不要！不要！父亲！走。锦宁，伤得厉害吗？跟为父一起回家吧。夫人，不好了！长孙将军他怎么了？快说呀！长孙将军逃狱，在安福寺山后想要袭击三小姐，被三小姐反杀了。还有大小姐也被供出是主谋，被国公爷送去督察衙门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不知道爹怎么会死？不可能！我还是找梁胜哥哥，他肯定知道。梁胜哥哥在哪里？姨奶奶，公子爷不在府中。你们骗我！从成亲那天起，他连我房门都没踏进过，我到现在连他的面都没见着。你们江宁侯府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？您只是姨奶奶，公子爷何时成亲，您是公子爷的事儿，您只能等着。夫人，就这么由着他闹下去吗？我当初啊，真是走错了一步棋。本以为那个长孙拔可为侯爷所用，没想到竟是这种货色，竟还敢威胁我。死了也好，可侯爷马上要班师回朝了，此事要如何交代？夫人可有万全之策？到时候我便对侯爷说，我也是上了那长孙拔的当嘛。那样他也只是责骂我几句，总不至于连累了梁胜。至于这个长孙嫣儿，你找个时机让他彻底闭嘴。是。皇上下令，命我前往岳西剿灭流寇，我很快就要出发了。岳西，听闻那里地势险峻，流寇凶悍，很是危险。你什么时候出发？明日一早。这么急？岳西瘴气重，你要多备些药材。那里的流寇擅长打游击，切记不可孤军深入。万事小心。锦宁，等我回来，若你还未定亲，也不嫌弃我的话，我想登门求娶，你可愿意？是我唐突了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我愿意。
我说，我愿意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，你必须完好无损的来见我。你若是……我会的，你等我。陈姨，锦书姐姐，我练得怎么样？还不够稳，再去扎半个时辰马步。郡主，你也太严苛了。西西，吃根冰糖葫芦再练。谢谢锦书姐姐。好乖萌的小丫头，真想拐回大燕。小西西啊，跟锦书姐姐回大燕可好？学一身医术，将来做女军医，救人济世，不比武道能强差。不，我要当女将军，跟我父兄一起守大商疆土。坑谷家，心志坚，肯吃苦，真是个绝好的苗子。他父亲是商国战神宋怀安，师傅是万宗门任阳云。此次他师傅去北唐研习军火，顺路会经过大周。北唐？少渊曾跟我提过，北唐太后袁清灵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。据少渊所说，北唐太后跟我一样，都是穿越而来的，且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或许还会指晓我回家的路。对，他的确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。萧王妃有空可以去见一见他。好，我一定会去见他的。